是大副為主的，不選守墓人。選守墓人，那喧囂面對守墓人，那擊倒速度肯定很快，所以這把守墓人得躲好。但守墓人如果躲好了，那幸運兒擺在哪兒呢？不好擺，位置不好擺，總會有一個喧囂比較好追的角色在，而且他有一個很好的追擊。選正中間或者正上方吧。其實對於喧囂來看的話，是的，正中間就三個點位，無論是誰是守墓人都好，我都可以直接起追。這個選點，說實話還是風險跟收益並存。看一下守追擊的一個目標，先往墓地外圍，想找木偶師。是的。感覺這個木偶師的話還是比較難追擊的。畢竟他的路易是能拖很多時間嘛。是的，掉頭。那回來的話，依舊是卡住自己的狩獵本能加速，然後双重驚喜有可能疊雙色。哦，但這邊差一點距離。哎，扭了一下。對的，這邊能疊雙色了，還差一些角度。但是他不虧的，因为他2波双逆都是能夠穩定的去上到球嘛。没錯，只是沒有特別的大賺。是的，小賺沒大賺，那只差個粘土。路易的釋放。好，直接交了。雙重驚喜。花子的牽制也是比較扎實。哇，還砸了一個頭。失去擋刀再砸板。這一波花瓷很穩啊，狀態太好了。這個陣容對於木偶師，我感覺是有那麼一點點的挑戰性的。是的。那沒有打到沒關係，下波雙擊還有6秒鐘，先插個窺視者。看一下，但是路易也是可以隨時去交的呀。還是直接預判了。他這波是預判到你直接上雙色。對，沒錯，非常聰明啊。那現在還差個焰火舞台，還能再交一次路易。是的，甚至還有一個詩句去削球的一個機會。對，這回的話，其實時間上面已經是拖得有點久了。對，把那個幸運兒的玩偶算進去，密碼機已經快3台了。沒錯，這邊在體驗區交出路易，再擋一刀，雙驚喜。但是還差一個球。舞台，再試句，再來個試句，花瓷操作拉滿了。滿了。這個牽制是衝了3台半去的。對，因為玩偶得算，玩偶那半台密碼機得算進去。個人能力太誇張了，2分鐘的一個時間才去上掛，而且這把還是一個純化險為的木偶師啊。對，外面是有一個幸運兒帶一個機械玩偶去破譯的呀。是的。這個局勢對於年景來講的話是有一定的壓力了。對，但是年景翻盤能力非常強，我記得昨天他也是類似的對局翻了，所以 MRC 不能掉以輕心啊。沒錯，2個人一起救，這個最穩健的打法。幸運兒這邊這唐呼喚過來開出化險為一，還是一個無傷救，想彈，但是小迪一個走位扭掉了，還好第2下是補到，讓我羨慕。但是感覺花子這邊是能拖出化險為一時間再去牽制的。對，還有幾秒鐘時間來得及嗎？空中飛人貼過去，感覺差一點點時間，差一點點，極限的一個時間。對，差一點點。那現在密碼機差個一台多一些。只是需要補，所以這個局勢，因為下一波古董商是有可能會保的。古董商修完那台60密碼機之後，他其實往這個假門帶就有這個想法了。是的，開一個化險為一，然後去找。但是這個救人壓力好像掏不下來了，救不了，得跑了。壞了，這一波笑笑的一個位置直接被架住了。他何必貪亮這個密碼機呢？能不能先救人再亮機不就可以了嗎？先開出化險為一，回來隨手一亮就可以了。對，然後去讓過呀，給了一波機會呀。然後再讓古董商過來，OP 其實這把密碼機要夠了。年景他手上還是有底牌的。對，他這波明明可以先救人再亮這台密碼機的，太貪了。他這裡如果直接衝到中場的話，你能不能去強開呢？這個密碼機有壓力的呀。小迪這邊手都不撒了，想要強開，直接吃一刀，小迪倒了，被牽起來，那邊密碼機98亮不了。哦，他是控，他玩偶在他被擊倒之前玩偶還可以亮了，玩偶並沒有。那這樣的話是讓古董商把守门給救了下來。那中场可以卡個古董商，另外一邊守门可以點門，守门此時還有2個鏟子，但是底牌在手上，這把是有爭勝的面的。對，但江萬並沒有挽留，沒帶挽留。已經70了，要不要選？對，比較難處理了，應該還差一點。移形過去，開了，有鏟子先把門強開，古董商打直接2棍3棍，漂亮。好，沒辦法了，平局。結果來看，平局有驚無險吧？對 MRC 來說。小楊，然後點頭。師姐還有這個功能了嗎？你可以換回放。哦。他說了一句“跛腳羊”，然後狠狠點頭了。哦，師姐還能會口語。接到密碼機，因為這把是一個個人牽制比較注重的這種。就咒術師的話，要考慮一下他到底是點哪裡。看一下監管者的一個選擇吧。補上了上面的缺口。
那监管者有可能開局起追咒術啊。是的，起追咒術好。白鹿上來的話也是先往墓地那邊去靠。開局的話，直接追咒術也是不想給他太多的一個生聚吧，因為讓他能夠去斬猴嘛。這邊一直在騙紅光。對，看一下這個維龍的釋放。是的。那對於阿策來說，現在壓力還是蠻大的，因為貼臉貼得很快啊。是的。他直接進入到一個戰鬥狀態。維龍，但是有膝跳反射，能走得很遠，同時把奏像給交了。沒錯。要注意這個八字的位置，要補一個維龍哦呦，還行哦，要補，還是他這裡是對打了個1/4的狀態，對，救國之身嘛，但也行，也能接受吧。哎呦，還是拿到了，好準，2刀好快，那第3刀肯定有了呀，而且興奮是好了，对這邊的一個，我這不走平地，我走平地先逼你個飛輪，是他的這個猴交不交？不太有用了。是的，我走平地可以逼你的飛輪。這個月龍，3秒，開興奮。這時候防飛輪，防到了就能擊倒，防到了，一刀，哦，那他有個板子，滑過去了，只不過白鹿還能拽回來，但這會能續出來紅了，直接交到紅。他上一波是被小猴給騙掉，對，小猴騙得興奮。那不過這波維龍應該還是能擊倒的，只是阿策還在騙木鴨。倒了，這太會牽制這手國角羊了。不錯了，帶興奮，咒師能牽制2台半多，快3台。對，已經非常不錯了。對，沒錯。他是起6的時間很早，而且完全沒有干擾到隊友，他從開局就開始被追擊了。他也不太想拉，因為聲威躍進一開始他沒有願力嘛，我可以吸猴，我可以吸我的咒像，所以一開局我就貼你了，我也沒關係。對。那看怎麼救人了這波。攔截下木偶師，這個距離還離椅子比較遠的。對，所以木偶路易的時間會比較久一點點。但是白鹿沒有什麼願力了，這波可以直接 A 他，等於騙了他一個路易嘛。那接下來的話有一個維龍，哦，那攔回來沒有問題，還是擊倒了咒師。這一波求問者不會選擇6的，不會選擇專維龍的，他的任務就是倒角落。對，直接掛的久一點就行，然後讓過來救人的隊友直接起修墓地裡面的密碼機。第4台跟第5台已經在修了，不過這把對於監管者來講的好消息就是我先把你的 OB 位給處理了，所以說我是不用擔心我的掛人。沒錯，我正常掛人就行了。下波你開個化險為密碼機還差半台。是的，而且後面密碼機，後面的話其實針對的話也是比較容易保平爭勝的。這波大步得要卡滿時間啊，吳昕。好，第2波懷表不能救那麼早，不讓你去搖。現在就想打一個針對，月龍過來偏下，沒打到，第3波懷表也搖到了，是的，但還是莽到了，可以說把血線卡滿了，這波對球員來說可以能接受的。你拖了很多的一個時間。對，我怪的話是拿到阿策這一刀，那在倒角落密碼機就差半台。對，甚至於說你把這個人掛飛之後，基本上就壓好了。對，主要是跑去補掉，大步慢慢跑去補。給個咒像拖點時間。而且我感覺白鹿這邊他的一個底牌可能也不是那麼敢直接交，因為他預估着吃滿關中效應後面的密碼機估計也差不多好了，就看他想不想去搏一搏了。对他只能搏了才来搏了，搏到了。這邊是赤紅的木偶師，沒錯。另外一邊大步直接起修新的密碼機，他也知道他切，白鹿很敢傳啊。太敢傳了，他對於這個密碼機的計算還是比較精確的。我這裡的話窗外面沒關係，第2個維龍補上，這刀沒有。想木鴨上車，上不去。他上去了也會被那個維龍給撈下來，但是最起碼能拖時間。而且白鹿這邊是耳鳴響了，所以看一下有沒有人來偷墓地。這邊卡夢是直接過來偷密碼機了，所以說白鹿想先處理一下。是的，維龍過去。還放手嗎？魔術師要硬吃刀手機，9%哎。他覺得他沒有願力要打他2刀，算得非常的精準。這一波剛好沒維龍啊，正好啊。但是他現在也不太敢修了，怕吃一個震懾。這邊一個月龍秒放維龍，魔術棒反應，再回身走位，看一下板區拍掉了。這一波卡夢是扛住了，卡夢還有一個飛輪，這邊能活住，而且這邊維龍交了一個，那可以襲擊了，可以過1了。那邊赤紅也來了，大眼瞪小眼，想打一個震懾，但是沒有打到。9的密碼機是不是已經摸上了？但墓地的話會卡住2個人。壓好了，壓好了。但這一把有一個問題就是赤紅他是沒有自癒的，所以說可以去考慮針對一下。直接亮。好，那門沒有貼這一波，我感覺可以交個魔術棒讓隊友去貼門，但他可能也怕監管者拖技能。我覺得白鹿反應過來，他應該去抓這個木偶師，但剛才把他放走，給他生聚跟狀態。对。哦呦，想騙，再差一点點，騙到還得再補下。卡夢還有魔術棒，他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走，往回走了，這邊還能拖點時間，門口那邊能開，且
莫師是滿狀態，這把應該是平局了。他這個傳送傳過去之後，有點攔不住莫師了。莫師有路易，然後大副有懷表。除非說你有3個圍龍的願力吧，感覺他目前這個願力是比較難的，看能不能操作。 把他的幫忙，大副路易給騙出來，怎麼說？回龙能不能去操作一下？能操作，交騙到交路易了，這邊打，還有一個还能扛，还有回龙的機會。大副，哎呦，撞牆了，不過沒有關係，還是哇，打了，漂亮！這一波無心他太謹慎了，無心直接出來，在籠子裡面，我走在木偶師的後面，我在籠子裡面，我可以直接幫忙拆，我還能用失樂園去扛，這一波有點可惜了，這2波的一個圍龍是放的剛剛。鬼屋那個位置大概率是火災，那這一把的比拼可能就奈奈跟年紀的比拼了，前期。 而且鬼屋其實感覺火災也是有一些牽制壓力的，因為很多時候你可能會在鬼屋外圈就先交掉一個氣囊。好了，往起點選，防止你把這樣的一個追擊位去藏在起點。看一下年景上來是直接衝了起點站去，肯定是要給這個空軍上壓力的，看他怎麼樣去博弈這個車了，直接做。那2戰這邊的話會趕路非常快啊。 應該是你落地我就已經到了。是的，而且這一波的話可能会交槍交的比較快。這大空地不好躲。大空地選擇去搏一槍，一個預判槍。哎，可惜引援沒斷。如果引援斷了，這波小弟血賺，但沒斷。那對於年景來說，可以能接受這把槍。不過還好也是能轉到鬼板。對，那這個位置就不怎麼干擾火災破。他這個牽制的話是非常扎實的。對他不想讓隊友去浪費資源、浪費時間去保自己，所以他選擇單溜。 他甚至於說，我可以考慮後面吃一刀再去找隊友，或者說去考慮看能不能上2戰的車。是的。要上2戰得要隊友幫忙才行，不然的話上不了。他應該打算就倒在鬼板，我保平打，看能不能去吃出一個閃現嘛，因為這個板區還是比較充分的。畢竟他沒有飛輪嘛。對。閃現。交閃，越過來。飛輪。刀。看到他沒有交飛輪，直接 A 了。是。 那1分12秒左右時間的一個擊倒，正常算快了吧，就正常節奏嘛。但交閃現要偏快一點點。不過好在沒有干擾破譯，所以這密碼機也是能接受的。我覺得主要有一個點是他們這把只有1個化險為夷，會有點傷。是的。這樣小小的位置也被攔到了，年景直接。哎，年景這邊有人過來想補救，因為年景看得像密碼機沒在搖，那沒在搖他在幹嘛呢？想偷人。 但這樣的話，如果你兩邊要來回的話，其實會干擾你那個密碼機的破譯，就都沒修，外面只有1個人在修，好難受。而且這邊奈奈是沒有圈的，而且這邊的話卡的比較極限呢。但是空軍等要打震慑還行，還是給到大副開出圈，而且也扛到了刀。空軍還是太耐做了，砸了一把，想溜嗎？我覺得還是往角落走好，但是很難牽制出來這個時間。我覺得還是往角落，除非再砸一板。 看看到底小迪能不能牽制出來啊？然後小迪他這裡也沒有任何道具了嘛，也沒有帶飛輪。那虧了，虧了，真的這個沒必要啊，往角落躺就行了。而且剛剛其實火災跟大副2個人都沒修，對，密碼機有點停了。還是因為這波攔截給到的壓力太大了，導致這個密碼機不夠，所以他想通過自己的牽制拖一點時間。很難，主要是這個東西。 歌劇看太多了，很難說保證你有一個白板26的情況。是的，而且現在他有機會去找一下笑笑。救援壓力也是有啊。对，很大。你這波我覺得可以稍微卡着了，因為空軍這個角色挺耐做的。剛剛不耐做已經過半了。對他想要直接賣掉，他自己的話也可能會去被逼到去打狀態。對他2個懷表，如果他用得好，確實可以牽制一會兒啊。但這個地方的話，其實已經是沒有車了，而且靠近鬼板的一個板子已經被用得差不多。哇，這裡也很差一點。哎呦，但是年景被撞斷引月了，有點虧。不過回速可以刷 CD， 還行。這樣的話，這3段表搖的是非常不錯。躲他最後一段，然後拿刀，看能不能秒掉。對於笑笑來說，能不能續下波懷表很關鍵。下波懷表交了，监望角交傳送的。是的。所以他盡可能拖時間。吃刀吃的越晚，懷表閉的越晚，队友越安全。起碼要拿1刀，他可以不打殘。接收到了。对，這個閉懷表再傳。看笑笑這個懷表怎麼交了，他不太可能說。應該是不能省，因為他省的話，他這邊密碼其實不夠的。對，你交懷表就傳了。這邊的話也全是短板，其實只能逼懷表。哎，還能落地拿1刀飛行家，那要不要考慮回速呢？沒想到要交背包嗎？這波這刀給的有點草率了。他是強亮密碼機了，所以來不及去選擇一個有懸停。對。
那现在看怎么搏了。他可能留到后期的一个悬停跟这个喷气背包，现在还是能够去板区博弈一会儿。那这个悬停很关键了，看怎么逼道具。悬停往回喷，想上滑梯。上滑梯了。那这波得慢慢搏。那另外一边密码机50了，监王想去找大副，因为大副没有道具了，想拖出传送。加上这邊的話，其實火災那邊已經是沒有回光返照嘛，所以他是選擇了先去翻一下箱子，不給你機會。對，火災暫時不出來嘛，然後給隊友補充一下道具。是的。現在笑笑的話，他也沒有選擇拉點，而是直接躲在了原地。對，耳鳴丟了的，哎，耳鳴還沒丟，監王還不知道，往前走，耳鳴丟了就應該意識到了。比較難排，還真。沒丟，他耳鳴丟了就能排出來，但是他耳鳴沒丟。對，因為卡的是比較邊緣。對，他除了這裡能聽到大副的聲音，哎，直接手個砸頭。那另外一邊密碼機也50了，不過傳送拖出來也行。這裡如果說能先擊倒大副，還是有一個攔截的機會的。對，而且大副的話，因為是已經沒有道具了，所以這波一定會倒。火災他一定要提前過來，對，已經在趕了。哇，笑笑，好秀呀！哎，還倒了。80密碼機了，回速有點着急了，還好。那密碼機好了，那個密碼機肯定夠準備開門戰。但是開門戰大副沒有道具，他有傳送，割據是很大概率能爭3的。沒錯。而且開門戰的時候，其實大副也只有半掛了。那看奈奈怎麼救了。反正 MRC 保證自己能平，保證自己能跑一個就還行。對，沒打到。可能要火災去扛這個起點門的壓力。對，兩邊都點門，保證跑一個嘛。那監望者應該會大概率先追火災。追火災，他手上還有一個氣囊，還有飛輪，而且這邊交一個反彈。他不能被秒，不然大副到不到小門。他道具很充足啊。是的，一個氣囊，看怎麼交。5下，漂亮。好，另外一邊繞過去，這個氣囊還能卡一下時間。對，還能2次去利用，等一下。哦，飛輪沒事，翻回去，再跳回來對到這個技能，可惜離開了。但是大副的還是走不掉，太遠了，這個跑圖有點遠了，太遠了。這波傳送能先到，是的，所以花池也先出來準備救人。如果將會趕傳的話，這裡應該是留一個隱喻，趕緊踢，先排耳鳴，怕他們有人提前過來，沒錯，這波連體傳送。時機非常的好，兩個人都在門口，只要再留一個，比分就能追平。是的，哎，但是這個時候第一時間看到，沒事，兩個人都沒拿到。但是有小背包啊，有小背包，耳鳴丟了，他沒了。他以為臉上是驚人啊，他覺得大去反身嘛。但是這個地圖喧囂，說實話，這風險好大。TR其實劍走邊鋒了，你放喧囂上來打一個，只要貼臉我就把你秒了，是很大概率的。哪怕你真的牽制起來，打一波雙節奏又回去了。雖然這個角色手蟻還是太強了，所以無形壓力無限大。兩個隊伍他們其實還是那種就是硬碰硬、拳拳到肉的感覺，對，沒錯，很趕。這個班皮克特別。鬼屋的病患跟起點站的入殮師，這個選點的話其實也是晃一手，但是感覺白鹿他這個目標我就放在起點，對吧？你入殮師的話，你別的位置其實不是很好待。對，看一下。果然是找一下我們的入殮師，入殮師一開局就直接往外面拉了，車也不坐，無所謂。雙雄驚喜交得有點早，沒有打到，但沒有關係，看看能不能。這邊交互嘛，交互必中。是的。上到一個焰火舞台的。沒錯，那這個位置有可能，哎呦，哎，好走位啊！這一波走位特別好，赤紅。對，這樣趁你踩板，我又能夠去拉點了。沒錯。那這樣的話，你還是得等下一波的雙雄驚喜。這一波雙驚喜是必打的。上滑梯的話還能再拖下時間。那還有一個。感覺這一刀是要先吃了。可以砸了一板，然後監王者也拿到一刀，能接受吧？不虧吧？他這邊的話又能夠去往玄馬再帶嘛？因為入殮師這個角色他其實沒有特別高的一個牽制壓力。是的，看這個飛輪怎麼樣了？就是拉點，因為差的是焰火舞台啊，不好用。是的。看一下這邊飛輪，但是距離不夠，打不到。人能擊倒。能牽起來，牽起來之後往那邊非常高啊！看他反不反身嘛，有移形無所謂的。第一波幽冥在旁邊可以不返。我覺得可以救，讓他去終點角落倒，然後再反，這樣把時間呢去最大化的利用起來。但同樣就是傭兵這個角色，他拖不了血線。他要交道具只能。但是也沒關係嘛，這個。那你想拖一雙了，就盡量保自己的狀態就好了，不要。救得快且交道具交得快，很難受。有沒有直接往角落裡面去繞閃現不讓你打？哎呦，無心！白鹿有點彈不到，拿到了，極限拿到一刀。對，
但這樣同樣也給到了赤紅非常遠的一個身距啊。是的。我這把赤紅的話，可能還是衝着一個終點角落去。对对对。哎，救得快，主要是救得快，这一波就有点难受了。观众效应吃不了多少，且佣兵这边是交2个道具的。但是这把有一个气象，哇，好砸！其實感覺氣象的話，在橋上等下可以給傭兵給一個暖雨。看一下這一波肯定是要自己反了吧？反了，直接走過去，有空中飛人加移形，肯定能到臉上。因為前期的話也是一直沒有把這個技能吃出來。對，主要這個移形太克制了，直接切成傳送。還切傳 OK 的。對，甚至於說我都不去攤那個底牌了，省個距離。等他無敵時間結束之後。 不讓你有這種過車的可能性。躺腳落吧。哎，雙球沒上到，還有加速，哎，這裡忽略了一個加速。是的，那感覺上來講的話，還是活不了。躺腳落會好一點點。那掛掉的距離變近了。那現在密碼機有一台差1半，一台是壓好了的。不過勇者他們沒有選擇趁這個追入殮師的時候把狀態給補了，而選擇先搶密碼機啊。是，對，氣象那邊也是交了道具去搶的。考慮到密碼機差的比較多嘛。 後面可以用氣象補狀態，慢慢打，但也怕會伏筆吧，因為你看道具也交了，然後密碼機還是沒修開，密碼機沒開，傭兵還是一個半狀態。位移能力太強了，那氣象這個時候他只有1半的耐久度，很有壓力啊。好，一下飛輪也沒有交，密碼機想補狀態，給一個強風。是的，但是因為有張狂，有耐受力，所以吹不了多遠。看一下，帳篷的板子還是要考慮踩一下。衝擊洗疊。 哎呦，差一點點，劃掉。那密碼機這邊在偷，不給偷，想偷去追他，把他道具給逼了，最起碼把傳送先拖出來，不着急。是。這邊的話也是非常需要一個。北人這波得交道具了，五星直接交了，好，全部都逼掉。那我們傭兵就不要着急，先去翻個箱子吧。我覺得可以直接去追傭兵啊，那邊在暖雨不可能過來修機子的。他應該是想要吊一下傭兵，他想打斷，然後再傳回來嗎？感覺。 那能回上去啊？這波？是的，這直接一個預判局，回上了。回上了，而且刀沒有拿到。這波他淋雨應該要追傭兵好一點點啊，但是他覺得能打斷這個氣象去回狀態，但是差了一點點。了，而且手上是有一個香水的。好，被燙住交不出來。雙攻擊好了，疊。看一下能不能秒氣象。疊到。而且這個位置盡量去拖一下吧。 香水交掉，回速，這樣讓他晚一點上球。那這個角落裡，這個球上不上去，很難受呀。等吧，等個繞場謝幕。好，這樣子能擊倒。上一波上掛。這裡有一個地下室，我覺得可以搶掛一手。冰環過來救人，冰環沒有化險為夷，但有飛輪3個道具，傭兵是沒有道具的。哎，但傭兵有個香水，摸了個香水，滿血是可以回1次香的。開門戰的話，手上有傳送，感覺還是有一些機會。對，有一些吧。 這個地下室看他怎麼守了，守得好了是有機會的。雙人驚喜疊，球直接亮了，知道裡面挽留，對。對，回光返照吃滿，且將。那病患這邊道具會比較多。病患，但病患這邊鈎子沒有被鎖。哎，但這個落點的話，有點差。他這裡等於說沒有拉開距離嗎？飛輪，先不擊倒。那門是開不了的，就看白鹿怎麼樣操作了。開的是終點站，監管者能第一時間趕過去。對，而且現在2個人都沒有什麼位移的道具。就算救了，其實他回來也很快。哎，但他不直接傳的話，應該是能平。 看到得直接傳，對，得直接傳。他不敢傳，空中飛人過去，那應該是平了，平局了。畢竟你沒有挽留嘛，而且又是一個喧囂。他還擔心你過來救人，是不是？對。哇，扛住了這波，感覺還是比較沒有想到啊。有點過於求穩了吧？因為我們知道 MRC 現在是有積分優勢的，我個人偏向於他搬你幫幫，你可能角色選擇會。 有點難受。前面第2把我們說就考慮的點就是，一旦有紅教堂軍工廠，你沒有雜貨商，你其他角色幫忙被 ban 了，對，就很難受了。你又不可能玩破輪，玩這個小丑之類的。對，因為這個圖的話，其實本身也不是一個雜貨商。來了，進入遊戲，看他起追，臉上是笑笑，直接給一個藤蔓，他應該會拐花瓷吧？不拐。 考慮到花瓷那個角色昆蟲能拉點，所以還是得要往裡面找小迪。優先級肯定還是入殮師嘛。對，但入殮師小迪很趕啊，他12的破譯是小迪破譯的，對，是他破譯的，他直接不拉點，我直接修。不過報了信息之後，其實他跑的也是挺快的。沒錯。對，
因為他的位置是更靠近安全大房嘛，所以說就比較敢修。而且這個點位不會，他的牽制不會干擾隊友破譯，比較安全，比較旁邊沒隊友，空曠。起跳反射往回走，那個藤蔓要吃刀了。感覺這邊能咬住。他往這邊拐不下板子，這一刀很快，想吃完刀之後再回去嗎？但還有一個藤蔓啊。對，而且這樣的話你很難跟自己的靈柩拉開距離啊。而且你起跳反射也交了，這一波怎麼活呢？是的，反彈，但是一個团过来要秒了。哎呀，這個轉點太多機會給到年僅了，年僅是一個抓機會能力太強的選手。他一給機會，我一定能抓到的。這一波算是倒地速度比較快的，而且靈柩就在旁邊，旁邊隊友還在破譯。他這手雜貨商確實是技能放得非常好。對，他二樓有個板子，他不用那個太虧了，哪怕對面開個門，也是消耗他的一個技能嘛。對，那現在肯定是要讓隊友來救一波，再去反的，因為這個靈柩就在臉上呀。還是得先去開個化險為夷。那現在但是衝擊是給到了佣兵，現在就很難受了。对，佣兵這邊還是不太能卡時間，被發現了就要救，不然的話得要交道具。蟲群來了，哦，有蟲群在，有可能小無傷也行吧。但這邊的話只是對，只射一下道具。這樣的話，昆蟲過來輔助一下。不過因為年姐那邊其實是一直沒有教過這個技能，對，所以可能你靈柩反生之後也沒有什麼牽制的空間。你反生完，我還能移形過去嘛？那現在這個局勢很好啊，對年景來說是有爭勝面的。下波上掛反生完之後，移形過去貼臉，能擊倒，擊倒完密碼機估計才到3台，頂多多一點點，頂多。主要是這個移形在手上，他這把的入殮師的一個收益就很低嘛，這就跟剛才那把的一個入殮師一樣，對吧？我留這樣的一個留到這樣的一個技能，然後你就沒有什麼牽制空間。是的。那現在入殮師往外面走，等他，我覺得倒角落就行了，肯定溜不了的，往角落倒。隊友能不能搶掉臉上這台密碼機啊？我是不是可以去攤一下？那邊直接交藤蔓。我最差我過去我也能，不過去想趕緊掛了。他不鎖密碼機，那佣兵有可能搶亮啊。先掛人嘛。哦，搶亮不了。求者現在趁你這個密碼就是移形交的一個時間嘛，趕緊把密碼機該補的給補了。是的。然後3個人再去一個拉扯。等到掛完再過去，其實密碼機也差不了太多。對。一會兒再補一下就好了。那藤蔓過去找節奏，下一波花池這個位置有點危險。昆蟲這角色他的耐久啊，他虫群的耐久都給到隊友了，他自身是沒有多少耐久可以保他自己的，有點危險現在。看看旁邊奈奈也想過來搶這台密碼機，那新的密碼機呢？得佣兵修了，如果這樣搶的話，佣兵得破一台新的密碼機，然後奈奈跟花池去拉扯77的密碼機。現在的話都有道具嘛，你先往遠拉點。哎，刀伤的話想去拿这个节奏，还是要消耗很多的。哎呦，奈奈这个走位再给个藤蔓，哇，用掉了，但是年龄取消掉过去了也行吧，还是要有一个实体刀，也行。2段花球都交掉的话，这里可能还是不太好牵制了。開個門。那現在對於奈奈來說，能拖多少秒就多少秒了，這碎石交互殺得吃。但這裡還能再開個門，要倒了，密碼機差半台。對。就差傭兵那半台密碼機，他這邊有手椅，也可以去交一個技能，直接傳了。不熟，那逼傭兵道具。哇！但是傭兵這個壓力，他彈走了，他直接彈了一下，千萬不能被這個藤蔓咬到啊！是的，再彈個護腕。哎呦，道具交得太快了，這個版本的傭兵。是的，他戰場能力跟之前相比區別很大，不過沒關係啊，另外一邊是可以去補他的密碼機的，自血了之後。對，笑笑這邊只能接受多去交一下道具，因為不能接受我直接倒了。對，倒了的話沒辦法，密碼機跟自癒的人都貼不上。不過第6台也是修了一半了嘛。沒錯。現在傭兵的話撐住，然後那邊拉隊員交了自癒，這把平面碎石加一刀有了。對，打一刀。那拉隊員感覺得手換位置。這波得手椅。對，因為他也沒有技能了嘛。先掛傭兵，然後另外邊拉隊員跟昆蟲換位置，昆蟲得提前貼過來了。那現在監管者掛了之後，蟲群應該耳鳴，能給到，對，正好。那開門戰這個道具沒有啊？傭兵開門戰是累贅，有 debuff 且自身沒有道具。他應該是
先拖一下技能吧，他们再把技能拖好，然后这边看能不能碎石压起身。好，已碎石经压好了。不先给吗？想省省不着道具。急，炸2个或者炸佣兵，我就压佣兵的起身嘛。没错。而且已经知道你是把等你就所有道具都交完对了。，他主要是他能压住这边这个门，然後另外一邊的門呢，你第一神貼不到。那對监管來說不着急出這一刀啊。對，就炸。這这2個都沒炸到。這2個炸都偏了一點點。但是如果隨時間退役，傭兵往外面走，直接亮有沒有可能呢？飽滿血。感覺你如果說讓他轉到大房的話，就要亮。可能會都沒炸到。哎，空了3個炸，那這把很難去。笑笑走位往太好了。前面的話，下板感覺可以考慮了。這邊再開個門，他就不敢下板亮。下板亮開，他不開，交頭換過來，纏不住。哎呦，而且是滿狀態，門口那邊馬上就開。哎，但傭兵炸了。但前面這個走路刀有點拿不到呀。對的。不過還好是這個地方他其實有點轉不走，而且這邊也沒有地窖。藤萬能纏繞到你這個人，扭掉了，笑笑太秀了。哇，那現在感覺是要平局了，平局了，只能再留這個了，沒辦法。因為這個門的話，他完全沒有時間去管，管不了。笑笑這一波，哎，還能留一刀。好，這個擊倒了。傭兵牽制太久了，根本處理不掉。門已經開了，還過了那麼久，還沒倒地。這個開門戰，監王者其實鋪墊的還好，挺能溜的。對，除非你的玩偶放得很好。說實話，就是在你選擇去搬艾維拿結石的那一刻，我覺得你就一定要有 OB 位去保護這個結石。對，沒錯。但是你這樣的一個陣容，就無疑是給台球手創造出來。那我覺得就是這個意思咯。反正我這個選點基本上都是什麼？你起追就起追了，另外3個人破億，根本不受干擾。我修得快，可能你追得快，但我修得也快。但是，好，直接秒上球，往卡莫這個臉上去飛，哇，感覺結石完全還來不及拉，就已經走到臉上。這個麥娃很關鍵。是的，就看這個麥娃怎麼樣。距離太近了。這個慣性，這個速度，手上還有衝動，這邊把他打到了，可以，沒問題。好，順便還把密碼機給封鎖了。哇，感覺白鹿這台球手熟練度很高啊！他是屬於那種有點想邊追擊邊控。對，是的，就有點像我們之前看那種什麼《唐人街與女》，開局我是邊追邊封鎖密碼機。這個距離可以再蓄力到 B 一下。對，再騙一個娃娃，哇，又打到了，還是打到了，沒事，有存在感。而且其實很快，這一波可以考慮壓一下中場的人。對，他甚至可以換追了，對不對？不換求穩了，因為這把有優勢。有關係，你能平地刀，這個距離有個搏板的機會。而且手上直接反向下板了，失誤了。那這邊我還能重複利用這個擊球點，又把記者的密碼機干擾一下，而且有一個高移速結石，這邊應該是牽制不了了。哎，這個氣囊是什麼情況？打到了奧飛，但是氣囊還在啊！內鬼氣囊直接閃現帶走密碼機，這個氣囊加起來1台多。他是想幫。結石封住這邊的路，對，但是監王者他很聰明，我能回頭看，而且隊友也還沒過來呀，我繞一下就好了呀。而且我是慣性，我繞一下怎樣呢？我速度很快，本來就有數值在。外面密碼機被回退，所以這個進度太少了。我還能再回退呢，我下一波，下一波還能，而且我這個手椅你救的慢一點都不行，你不貼過來，你想攤密碼機都不行，我直接一個主球救都救不下來，一個主球就過半，對。他哪怕說能讓你救下來，但是人一旦過半，你接受不了呀。對，沒錯。那現在看主球怎麼打了，主球打出來啊，沒有，這直接把主球是給了一個壓力。這一根看看推桿之後怎麼辦？溜不了，11秒的。哎，還好有記者，有記者，但是沒有打出插刀，還是比較傷的。而且你這裡有能幫的是有限的，這一波白鹿結石很難牽制，還是會在一個化險為夷之內的時間倒地。沒錯。感覺台球它的一個這樣的移速追擊，對於一個結石來講是完全沒有辦法去操作的。沒錯，因為結石這個角色白板，他不太可能面對這麼高素質角色能牽制起來。對，他沒有位移能力，台球手就怕推桿，對面交個道具我廢了。那結石對面推桿必拿刀。是的，是的。讓記者過來，但記者道具其實也不多了，剛才已經交了很多。記者救援應該不會是問題啊，畢竟他有那個救援幻影。對對。那可以考慮打一個針對，其實打一刀記者想攤，這一波白鹿想贏。而且這把的話，如果你先攤一下記者，其實機械師那邊還是牽制不動。牽制不動，沒錯。所以他是轉的這個節奏。就機械師是肯定要倒地的，沒有辦法。對，沒辦法。而且你沒有 OB 位嘛，
对吧？你看场上這個密碼機，借屍放飛，賣了2個娃娃，才3台多。對。然後還有一個半狀態的火災加半狀態的記者，記者還沒有回光返照。下一波你們補狀態了，也就是我掛這波人，你外面密碼機只有守墓人在破1。而且你打台球，你會讓你這個版本你很適應的觀眾效應這個生態完全消失，打不了，你沒有辦法去壓密碼機。對，沒防。對，所以說你這個破1速度本身天然的就能鎖到阿策，這一波預判到位置了。手上技能馬上也要好了，而且旁邊是赤紅，所以阿策不能亂轉，只能在裡面牽走位来了，球壓住，能抓到嗎？这把走位一下，哇，这刀拿的還是比較快的。是的，然後季星退乾霹靂刀了，這個氣囊你交的很好。主要他這真的是一球2用啊！閃現帶走，啊，有節奏了，太好了，對於 MRC 來說。是的，這節奏真的無敵了。對，因為現在還差1台整的密碼機，而你這邊只有一個滿狀態守門人能來救。我抬着手打到後面2掛，我手裡面還有6個基礎點，我不需要來守，太多了。我能無限封密碼機，我可以去控場，可以去打手乙攔截，一會兒這個密碼機越修越少，這個優勢很大了，優勢太大了。就台球手這個角色，你真的是要尊重的。這裡差的是一整台的密碼機。就為什麼前面有一個隊，他能一把5局我搬4局？有原因的。過半了，救不了，就過半。過半直接 A， 這個距離可以直接 A。是的，打出來，你看過半救不救？只能去拖一下了，而且我那邊有密碼機，去封下密碼機。對，然後這邊可以打一個火災的針對。只能秒救了。那這個時候呢，只要打到針對有了，哪怕針對不到，我把你守墓人擊倒了也行，也是賺的。是的，是的。好，這個距離能打一個守墓人。但他手上有主球啊，他這邊牽制不了。抓到了，往外丟出來，直接 A， 一刀帶走。守墓人想真槍，但是沒有辦法，速度不夠。是的。而且這麼久的話，其實密碼機只拖了40多。那接下來密碼機40多，我還能回推了，看起來是50，其實是0。那接下來守墓人跟記者怎麼辦了？怎麼跑一個呢？這把大概率是要爭4了。如果4了，2比0，小分我多你7分。天吶！所以基亞現在要幹嘛了？趕緊想方設法，哎，很難，雖然很難，跑一個，盡量爭取。對，主要那邊一碰直接過來。這是我們線下賽最有機會多抓的一把台球手。對，前面是沒有多抓過的。對，很準，這波白鹿來了，看到腳印了，有腳印，半狀態的記者，白鹿，你怎麼溜？現在只有一個幻影，能用到嗎？騙板騙到了，主球一打鎖住。直接擊倒，一刀帶走。另外一邊密碼機才40多，完全不夠啊！今晚就選擇簽嗎？甚至想要穩一手，穩穩掛人，先拿一個大分。沒必要掛吧？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因為他只要拿3的話，他也是一個。我覺得白鹿這麼想的，我有位移啊，我找你隨便找啊。而且守墓人那邊其實可能也。而且台球手他有透視呀，你怎麼躲都好，我退乾，我他有透視呀。所以說我直接掛，不浪費時間。來了，抓到，但人也救不了。平地能抓，能把他他覺得這個鏟子還有很多耐久嗎？哦，打出來了也行。這沒關係，你現在能去哪嗎？我閃現開你。完全溜不了，這裡就是等主球跟閃現。對，我這個位置我開你就行。哎，打一板，被蓋到。想掏嗎？人要過半，但是一旦你救下來的話，我就不會再掛了。對，沒錯，兩個人的位置都確定了嘛，推乾救了吧，救吧。過半了。打針對，可以。但這個時候就不用管記者了，我直接去找守墓人。這邊還有很多機油點，而且有主球，有閃現，有刀，高速直接來刀，而且有閃現，手裡面還有個主球。隨便擊倒這波來了，主球抓回來，一刀再補個閃現，怎麼說？直接 A 了，直接一個一刀帶走，哇，太精彩了！白鹿，此間天地皆無色，一方你任我行。哇，白鹿太狠了，很難防啊，他的池子。真的根本防不住，但這把我說實話，就是球上的那邊 BP 也有這個選角思路的話，真的是讓人有點意想不到的。那對於這樣來講的話，他這手前鋒的作用就會變得很小。但是另外我們往另外方向看，不考慮地圖，地圖肯定是不好打的。雜技、心理、幸運兒，他落2階之後都有可能有刀的。對。哎，但是有一個點，就是我覺得艾維他是一個比較怕被撞。那心理大船、雜技、小船2個是幸運兒跟前鋒，艾維是選擇了木屋最角落。好，
好，先伊斯人。这样的话，看一下他的一个第一波追击啊。哎呦，这个陶片并没有卡到后面去，有点小失误了。其实有点多，对，还不错。这一波陶片没卡好，有点亏。那下一波一族本相是有刀的，虽然他有个球，选擇是摸橄欖球，這樣可以選擇拉一波大點。對，但因為新人是飛輪呢，沒有其他反射轉不出去，這個時候很容易被一族被滿了，直接拿一刀，拿得非常的快，太快了，35秒第一刀太快了。太快了這一波，那接下來江灣有閃現，他這個球哪怕再能拉得遠也好了，中鋒你是有耐久的。而且他這邊的話也不着急，等閃現又同時能干擾到中場跟傳下的密碼機。對，密碼機呢還會少一些。是，一組本相沒中沒關係。卡夢這邊因為沒有飛輪，所以選擇一個硬修，也會有點慢吧。畢竟前鋒本來就有 debuff 嘛，那這個時候看星兒怎麼樣呢？看這個閃現能不能去逼出來啊？因為這個閃現等他進板再精神寄速。對對對，不能說好可以精神寄速了。對，主要這個點的話，他會被架住。對，而且就已經是沒有什麼牽制空間了。他有飛輪去頂侵蝕度，那我閃現就不怕你了呀。踹。哎，一組本相那閃現都要省飛輪，得交，看飛輪預判嘛，能預判嗎？策！喲，被騙了！哇，白鹿一直搖晃，壓迫感拉滿。對，而且他先用本體噴，這樣的話，如果說你沒有看我，你就防不了閃。對，你看我了，你就會被我打斷，交不出飛輪。沒錯。所以他這樣的話是正反都是賺的。是的，無論怎麼說都好，這一波都能擊倒。那密碼機加起來2台多，快3台。是的，而且像赤紅跟卡夢其實都會被干擾到。對。這樣的話，其實對於你這個救人的壓力也是有的，因為這個椅子也很難去給到一個26啊。前鋒那邊70度也有點多。想要赤紅先救，那赤紅被發現，哎，沒發現。海邊角落裡面過來，沒發現，江灣怎麼沒看到？應該是能夠去給出這個化險為夷的。哦，這波伊森要切嗎？不切，打針對，一組本相。打到了雜技。刀，看一下阿策這邊手上還有個一半的球。他這波是故意打雜技的。對。那另外一邊伊森跟上幸運兒，只要被精神寄宿，立刻拉球。我覺得前鋒過來看能不能操作一下吧，因為只要能夠給阿策一波深距的話，外面畢竟還有一個心理。前鋒得先亮完密碼機想先逼球，看能不能考慮到一個移情的機會啊。移情好，這波落一組本相空了。哎，還有機會。噴全躲，看看能不能幫忙。拉球了，卡夢這邊必須得撞了，撞到了。但是撞完之後，幸運兒走不了啊，他直接卡在雙斜角落。對，沒錯。他也沒有辦法去接心理的技能，這樣的話還是要倒啊，感覺。看前鋒能不能再操作一下了。二階了，而且這一波。一組本相能中嗎？到了，但是被撞暈，能保。哇，這是大球，關鍵呀！卡夢這一波，但是有二階。走平地追卡夢一刀吧。把球先拉球，但是還是有一刀。對，沒錯。那另外一邊幸運兒走遠了呀。而且前鋒這邊沒有球了，他只能去修機了。卡夢這一波操作很厲害，太犀利了。那不然不可能活的。另外一邊移情給前鋒，前鋒還能再救人。他其實這一把的話，密碼機是有機會拖回來。哎呦，這個侵蝕度不夠，58點還能玩。對，而且前面的板區還不一定能擊倒。而且這一把是4個回光返照，看不見如果4個的話是有機會爭3的。對，只要噴到一刀，但是有化險為夷的話，密碼機夠了。就差半台，而且管不到，因為最後一台在大船。這把反而是白鹿要想着怎麼去保平了。沒錯，因為前鋒卡夢前面一直在撞，讓隊友26了好久，26有60秒有了，不止。對。那伊森現在跑過去，那邊在移情，哦，怕江灣去管雜技，然後心理貼門，哦，對的，沒錯。那但是這麼做密碼就會慢一點點，畢竟你少破億了嘛。給到一個伊斯人過去的機會。是的。好，這邊切伊森的時候正好把人救下來。開出來，選擇本體先過來控密碼機，拖這個化險為夷時間，等二階再去秒幸運兒。沒錯，那這個位置這時候都故意回頭看，給你一刀。但是這邊隊友也是在幫他摸箱子呀。哦，對，可以摸，然後讓幸運兒自己補狀態，或者是躲起來，讓江灣找不到。對。現在就看一下阿策的有閃現，我覺得可以莽他。要莽嗎？白鹿他求穩了，不選擇莽幸運兒。你敢摸箱我就莽。哎，下去了，可以莽了。不，他在等二階，他沒有二階的話，怕沒有辦法擊倒。哦，閃現可以擊落的呀。那還是想交閃。他這個只要雜技下去了，他就可以閃他，閃他能掛飛，手裡面保證。密碼機剛好不夠。哎，阿策，太漂亮了！阿策預判閃現。我的天！但是雜技跳下去了，雜技現在又回去了，所以還是要等二階呀。看這一波怎麼說？
這樣的話，只要在這個板區再拖一會兒，密碼機馬上壓好。是的，而且压好了，一柱本相。白鹿的1-4人还在一邊。对的，没错。糟了。而且这回的话也没有闪现，他有点管不了大门了，他这把可能只能留一个了。对的，那应该是留一个了，因为1-4人的本体都在这个位置，是的，逃变太远了。他这边挂完人之後，那個門肯定開了。對，哇，這把吉亞球的站起來了，這一手前鋒打出效果了，效果來了，太關鍵了！前鋒那2波撞讓阿策牽制了多60多秒，且阿策預判閃現直接彈開，就是台球跟邦邦，所以說他每次要給邦邦去做鋪墊的時候，這個台球可能自己也不太好選。那看最後怎麼樣？其實他這個。壓力是很大的，就不一定能夠去精準的找到人。這個點的話，有可能直接去找陶大師啊，也有可能去那個小木屋，但小木屋氣象能牽制。來了，中場走，找陶大師，沒有選擇去木屋。嗯，那這樣氣象還是太難追了。對，想動救人位，但他這把也是帶了一個雙彈去防嘛。是的，而且笑笑那邊已經是提前往大船方向去轉。對，這個位置還是能翻下去的。看那個迷煙爐怎麼樣去釋放了。嗯，下去之後再放迷煙爐，迷惑一下監管者。去前面的板區，這樣你的勾鎖的話是不好交的。哎呦，來勾過來，但這個板子不敢過，他怕被砸，只能鋪夾子了。還有一勾的話，哎，被勾過來了，被中。對，但是前面還有板嘛，而且那邊已經被封了，哎，抽到了，下板着急了，這把年景。對。下板太着急了，迷煙爐，那監管的下步移形也好了，這個距離先踢板吧，不着急。那對監管來說，鈎子好了，移形好了，不太可能溜了。是的，我這裡就給他勾到了，太準了。這個擊倒速度，這把真有機會。索命追魂啊！對，這個其實是鹿頭非常極限的一個勾了，已經。這樣的話，再干擾到小迪的密碼機，小迪是有化險為夷的，可以先救。因為外面就他一個化險為夷了。對，這把的前追節奏太好了。對，而且還吞掉了一個圈。嗯，對於年紀來講的話，爭勝的機會是很大的。對，球人這邊盡可能少給他一點存在感，讓他2階出得慢。就看這個手蟻了。對，那看小迪怎麼救了。這一波想卡頭救啊？真的假的？應該不卡半，因為你畢竟只有一個圈嘛，外面把觀眾給吃滿。然後這裡的話救一波去打一個保平的思路。重點是我救一波，他只有2格存在感啊，他出不了2階，下一波沒有節奏。對對對。所以還是考慮壓滿救。其實現在很多可能只帶2個圈的被悶了之後，都會選擇壓滿救。但是不過也還行。差一點點，往前面走一步，可能就被救了。那小迪混水摸一摸過來，有勾。勾手給壓力。這波看能不能打個針對年景。貪這個存在感，我強風救。我打到了小迪，下波一勾一刀還是能出2階，看他有點保了。但我覺得這個磁鐵有點着急。我覺得看他不保也行吧，其實這個局勢。對啊，這個局勢可以不保的吧？而且你本來壓滿還是想給一個3-6啊。你誘我過來保，他少半台密碼機呢。這樣勾手想勾一下，看他開2階，吸一下，正減速，這邊一刀飛輪也沒給機會，不錯。MRC 啊，應該是可以去逼這個移形的。這波移形不想交，看了一下，看清楚位置先，再考慮。但是你不交的話，勘探員又來了。對，沒錯，勘探員還能扛的。再奪勾，這邊的話板區博弈，直接過板，膽子很大，就得敢打。那不能吸了，吸了2階了，這波。是的，但是他這裡就差一勾啊，不能給他2階。等下傳送落地，應該也是能開2階的。哎，這波過來保人太虧了，這波還想保，有點拖不住時間。想出2階嗎？感覺來不及。你這波沒必要保。不出2階就行了。2個人都要撒手，通緝到了半狀態的一個氣象。密碼就差一個。勾倒，他還想動一下勘探員。他覺得勘探員這個狀態挺好的，這個位置距離近，你要壓他狀態，下波底牌切傳送，打別人。但是這刀的話也不是那麼好拿。是一跳反是躲掉了。那時候還有一個磁鐵，有2個。沒有2階還是差一些意思啊。這的話得封夾了。這勘探員的位置還是很好的，直接給到了，這個位置能吸一下。是的，不選擇。後面拉點讓你想彈嘛，應該是。然後把它彈開。沒錯。這樣的話又眩暈又能拉點，還能操作那代這波。我看懂了，他不是來保人的，他是準備勾引牽制的。要當英雄。對，要當英雄的過來。
但他们也有回光返照。带走位扭，但是要吃一刀，哎，也没着急了，好急这一波，有磁铁能弹吗？这一个秒刺，哇，直接太秀了，奶。但他没有回光返照，如果他能在开门战之前，这个还活着不被击倒，我觉得还有可能的。但是他这里的话，把密码机拖得差不多了已经。是，其实就差30。没错，那现在可以。哎，但是倒掉再救一波，或者直接亮嘛。对，直接传送落地，气象在2楼，这是层云，但这样交得很好，哎呦，刚好打不到。而且这样打的话，其實你開門戰可能沒技能了，因為他們是2排同修的。不過這2階了擊倒，對2階了嘛，2階攻擊性就不一樣了，可以回去補57的密碼機。我覺得他把人掛之後，大門先不夾子，準備直接打後期了。對，但他這樣做的話，可能傳送拖不出來。但是你得救啊！你救人的話，我是不着急出刀的嘛，可以盡量拖一拖吧。對，看求生者怎麼說了，因為這個傳送交了，如果亮的早一點點沒有傳送，平局是有的。是的，密碼機的話也在抖。他想管密碼機嗎？想管。快壓好了，但是已經很遠了，因為他鋪夾子沒有時間。對，而且他這個進度也比較多。哎呦，渾水摸魚下來救人了，密碼機也壓好了，這時候。是的。直接救到。給一勾落地刀，沒關係，哎，別亮了，那沒傳送了，衝小門就行了，沒傳送。對，但還是想回來找一下小迪。對，感覺年錦這邊的話，出這一刀還是有點早。想釣魚，花師這邊想點大門，大門跟小門貼門的時間差不多的，傳送還是好不了。但那邊還是得先拆夾呀。對，有夾子能飛人頂。需要清掉，你不清掉的話，他可以回來。好，門口再點了，兩邊都在點了，傳送。那你如果說交魚，我就回頭了呀。門先好，傳送後好。那另外一邊氣象走了之後，哎，但氣象走不了呀，有點難。氣象會被卡在雙十一角落。邊還有鈎子，還能拖，看能不能拖夠時間吧。但是這個位置很差。但還有個鈎爪，鈎爪能上2樓。看一下能不能先上嗎？爬上去了，鈎子斷了。而且門開了，他不一定敢傳。對，如果傳了，萬一3跑了就炸了，直接結束了。對，所以年錦必須要保持這個平局，起碼要留2個。對，回頭找花瓷。MRC 還是很穩。太穩了，他們這個求生者太會運營了。是的，這邊有個點勾點躲掉了，沒躲掉，第一波躲了，第二波沒躲到。那另外一邊門口走了，平局。其實這把也能接受，對吉亞來說，5比3追一個大局，只是小分5分，要在接下來第5把追回5分小分才行。也就是說，他第5把是一定要有個4，對，B4。地圖的話也比較怕玩具商，他就給你打一個體系。對，沒錯，這比較難去應對。地圖沒那麼好。對，如果說讓他們把這個聯動打出來的話，你就很難去爭到一個4了。他這把的話，你像手椅上面來講，去攻一個震懾嘛。天哪！對吧？選點的話是玩具商在中場，小防氣象，大防法羅，籃板商前面逃脫大師。是的，選在了右下角。那這來了，還是想去找一下法羅。但法羅他雖然說不是特別能牽制，但他能拖時間。哎，他很聰明啊！他想先不上2樓的夾子鋪了，對，直接走了。那我大防留給你。法羅不能繞啊！這波上2樓應該是知道的，對，我是知道的。他直接在外圍去等你了。對，等你了，等你過來。這樣的話，一個跳板，那不上當了嗎？哎，夾子鋪了呀。對啊，他上2樓沒看到嗎？難道是？本來就不該上2樓的呀，這一波不是？這波不就是給機會了嗎？對啊，沒有飛輪的話，你怎麼出去呢？你這波還有點那個啥，只能拖時間。哎，但國血的話也沒打到，年錦有點被騙了。拖個飛輪，拖個飛輪有機會，拖個飛輪真有機會。別讓他翻，不能翻，再射。有香水，然後再回香，太敢操作了。他把所有香薰手上都交了，我就能用香水了。這一波太細了。是的。但是吃了個落地刀，已經秒了。過來，有飛輪，再換一個板，神仙打架。但是他還是走不掉，還有個夾子，那裡還有個夾子，但他拖了好多時間啊。這一波本來是秒倒的，但是拖了好久。感覺年錦他這一波已經是做到最好了。是的，說白了，我覺得求生者還是剛才那刀空了。然後手下1分20秒。其實奈奈，我覺得他其實開局沒有必要上這個2樓。我覺得把慣性思維，對，有點架住了。對，他上2樓，除非他沒發現，不然這一波跳板真的虧死了。是的。後面吃多一刀是不得不跳板，因為不跳板直接秒了。對。陶大師，
他可以轉在外面等吃一刀，飛輪好了再上2樓就很賺了，對吧？這把姜皇子是沒有挽留的，對，他帶張皇怕上一把是因為一直出不了2階很煩，這把帶張皇，但因為沒有挽留，開門之後弱一點點。是他不能給你這個密碼機壓好的一個機會啊。沒錯，他這把要爭4的話，他必須要在前面就打出優勢。被動打出來，到被動想去過震懾，震懾是有機會的。如果震懾到，敢救嗎？有點極限了，不敢救了，過半算了，只能過半算了。真的不敢掏，這波掏了震懾就沒了，震懾就沒了，對，就這一波了，走，還要走，想騙，但夾子的勾但這直接被打到，被堵住了，被直接交了，但是要雙倒啊，飛輪要雙倒，這一波不交飛輪。笑笑他這把的話，確實是不敢去給這個博弈，但這個雙倒也不賺呀。是的，而且法羅是一個掛飛，對。哎呦，這裡還被抽到了，被抽到了，那這樣子還能把法羅掛了。年景給的這個壓迫感還是太強了，你鹿頭舉鈎威懾真的很難去救，不敢救。尤其是這種你不能被4的局，他不能救得快，他救得快，外面密碼機就不夠了，但是你救得慢，血線到了，要震懾了，要震懾了。不過那邊是承擔不了震懾的傳送，那邊能摸起來嗎？好像起不來，快點！摸起來，回满了，還行。但是有一刀，下波2階勾好了呀，是能秒他的，沒道具了，只有一個飛輪。他其實剛才直接出刀的話，可以直接打倒感覺。但有那個降平好像還是要能起來，還是能起來，一樣的，還能回血。對，一樣的。對。那想回去追這個氣象嗎？這裡要吃一刀，哎，但這個了，有飛輪，木壓，哇，可以，反應還是很快的。對，年這邊選擇先把密碼機鎖一下，他也比較擔心這個密碼機的進度。那現在小迪壓力比較大，因為他沒有回過反招，他必須得牽制夠才行。而且都是亞健康，對，他只有一個道具了，這個層雲應該是畫滿的。這個位置的話，抬勾不能被勾，但是有2階，我們直接鎖住，貼臉了，下步勾到沒了，哎，倒了，修正了，而且還能掛回去。是的，主要是密碼機被卡了一台啊。對，這邊的话直接去掛到笑笑那邊就行了。感覺逃脫大師他這個位置要直接被接節奏，能挪一次椅子，但逃脫大師我覺得可以直接走了。我可以不守呀，去補氣象的密碼機，我可以不守呀。但現在也很危險，因為氣象跟逃脫大師他們倆都是沒有回光返照的。現在就是要打你一個疲於奔命啊！他這波不追逃脫大師，先守一波玩具殘血也可以。那玩具這波救人有點尷尬，要被逼救了。對他這裡太近了。對。但是還好，這個樹的地形是比較好去的。吃夾子了，笑笑直接過來處理一下。你這樣子接同手了呀？本來離椅子還挺遠，這一波沒有桃樹，沒有桃樹，他實在是。對，有個飛輪，看一下飛輪的博弈。飛輪木壓，哦呦，可以。但是另外一波能搏到嗎？搏到了，笑笑，最後有個夾子。有個夾子。年景前面放了夾子，不比了。比了，那這個位置直接守住密碼機。外面要起一台新的密碼機。而且玩具商是沒有圈的，他救不出來。起新的密碼機不夠啊，新的密碼機太遠了。所以這把求人的跑一個都不錯了。要跟監管爆了修臉上的密碼機嗎？真有機會了，吉亞要去搶臉上的台，上搶很大，想搶他們只能搶，但是没有回光返照啊！但是你怎麼修？你在手上修，这样换杀你的。怎么说打誰都行。這台密碼機要搶嗎？走吧，我就氣象給先走。有夾子鎖夾子，搶我先不夾子，你怎麼搶？逮到這雙還在修小蝶，有回光返照嗎？你們根本就沒有，你們有回光返照嗎？98，能亮嗎？亮沒用啊！年景，這就是年景嗎？不能給他一絲機會，只要給機會，我就必定四抓。滿堂花醉3000顆，一劍雙寒14周，年景他做到了。接下來，吉亞只需要再保一個平局，就能如果3雙吉亞能贏，對，加賽。傳送過來99的密碼機，我的天哪！這樣也能4刷翻盤？因為艾維的話，他也有被3跑的風險，對吧？上一把就是，哇，這個陣容打艾維，兩百窗，感覺這張地圖的話，還是沒有那麼好去牽制艾維的。對。而且也屬於一張艾維會相對來說比較好打的地圖。這個點來了，
伊森去心理学家本体找拉队员，诶，但伊森选走中场，要找冒险家，不能放他走。但是前锋过来直接去扰亂脚印了。你这个真能找到吗？这么远的距离？他觉得在小屋，但是其实人已经跑到很远。我有个疑问，这个耳鸣已经被干扰了。冒家已经在挖树叶了。那挖树叶速度非常快的。那白鹿这个前期可能有点伤。这前期虽然说没有找到，但是求生者这边也没有怎么修嘛，稍微有两个人在逛了。对，逛了一点点，但也没有修多少，还行。只是冒险家这个树叶很难受啊，挖出来了已经，下波救援可以带半台密码机走。他起碼說已經修了一半了。對，已經是留了點遺產了。沒錯。那這個時候，不過閃現要好了，這裡如果卡得好的話，是有閃現能秒。對，雙刀的機會的。對。干擾一下密碼機。那這邊在干擾一下中場的心理學家。哎，閃現身具有了，帕菲人嗎？他是閃了，前鋒直接拉長球，哇！保他上2樓，不保不行。閃電來了，但伊森直接移情，一直本下空了，打斷一下，打斷一下，哇，這個太嚇人了。哇，我一開始以為空了下來。這個如果說空了的話，冒險家直接滿狀態了。沒空滿狀態，這波閃現等於沒交。對。那現在監管者追上去，伊森在，他下去之後，我再進行競速可不可以？是的，可以的。因為你現在你這個侵蝕度消不掉，伊森人這邊必須得中了，他扛刀沒扛到，來不及了，想扛但是慢了，對，來不及。能掛在大房這台密碼機你又動不了了。對，那這樣子密碼機稍微被干擾了，不過心理學家能救。對，而且還好冒險家那邊是留了50的輸液，差不多。但心理這個走位應該是讓隊友來救了，他這個走位的話是直接去角落了。對，想前鋒依舊吧，可能是。但前鋒也不來，來了，他想破譯一下密碼機，多攤一點進度再過來。主要是他有一半的球嘛。對。卡夢這邊的話，然後卡夢可以帶着輸液去把大房子給亮了，救人壓力反正沒有那麼大。對。看這波手椅了，卡夢。哎，拉球被打斷，給個技術，注意淘汰進度，哇，打針對，可以針對到了。汲取上一把教訓。對，艾維的話千萬不能給到26。對，就算我攤不到狀態，但是我一定要保證什麼呢？我手上這個人能減員。同時2階解鎖，那這個時候伊森再去干擾，前鋒把大房密碼機給亮了，身上還有26的輸液。這邊的話，第2波心理感覺還是得救一下的。但他這個距離好遠啊。心理的話要來要從角落過來。難道說前鋒救2波嗎？前鋒再撞球了，撞救了。他怕被干擾破譯，哎，但冒險家卡了一下位。那這邊有2階的話可以秒啊。但這樣的話，整個對局有點太往前推了。啊，是的，對。這雖然說你救人沒有到問題，但是你冒險家又牽制不了，而且你前鋒沒球了。對，這把跟上一把不一樣，這把是2階的。這把我能一定做到一個提前減員。雖然你保了狀態，但是冒險家他活不了。是的，這波把伊森放過來之後再去掛人，而且密碼機的話也會因為你這一波的撞救而變得少一些。不過前鋒他手上畢竟有一個半個輸液嘛。看一下白鹿這裡的選擇，第2波節奏選擇接拉拉。好，有一刀。這裡有一刀。閃現到，閃現有可能。對，現在已經好了。他的鼓舞條教得很好，這時候白鹿一定得小心了，閃現不能空了。對。好，回去找前鋒，前鋒這邊競速都是能滿的。哎，要不要？他沒飛輪呢，他沒飛輪。要吃滿了。對，吃滿70度了，有一刀，一組本相，再給一刀。感覺他剛才閃現先打一刀可以 A 約 A 啊。他怕飛輪嗎？啊，確實。他覺得怕飛輪可能是。他這樣的話是更穩。對，但是就少了一個秒人的機會。而且現在雖然說心理是把拉隊員那邊給他回滿了，但是問題是你的後面心理可能也會被突破。而且現在前鋒是個半狀態。對，那現在密碼機還差半台多，閃現，直接閃現過來擊倒。密碼機現在差的比較多，畢竟沒飛輪操作不了啊 AK。因為心理這個圈前面沒有開嘛。對。因為心理可能點位也是離得比較遠一些。對。那現在外面的密碼機40多了，拉隊員也能救其實。感覺的話還是不是很夠，因為這接外頭去控嘛。你打艾維局，你沒有辦法很安心的破譯。對。而且他這把應該是能把自己的第3個閃現去拖出來。這把還是有機會多抓的。多抓的面其實目前來看挺大的。對。那現在要看怎麼說了。這個時候要打。就是壓力有的噴一口。本相，本體一直下。這個漂亮。
那这樣子密碼就還是差一些啊。而且現在前鋒是掛飛了，他沒有什麼道具啊。對，其實差的還是有點多的。半掛下一波壓滿看一下，因為你現在其實還需要跑圖去修一下密碼機，你這個赤紅肯定是沒法修，只能把這個修機的任務給心理。這把心理的搏命砸手裡了呀。對。那隊員想吃滿暈。 這波得打針對，我就不打，我就打針對，就打針對，我就打。白鹿成敗就此一舉，能不能去打到這個針對？能不能？來了，前面拉小球，能打到嗎？打到了，打擊不夠，赤紅想扛，扛不了。我本體一族本相，我一身精神激素，噴一口，一族本相，噴嗎？能牽起来嗎？牽不了，速度非常快，直接牽起來了，天然了！ 天哪！MRC 有機會了 ！MRC 有機會，現在只要保證看不見，留一個就行了。只要留一個，我直接1-4跟着就行。三抓就結束遊戲了。看看有沒有機會開門戰平局。74的一個切入度，一組被讓的空空了，不過這還有回到，能打到，花球了，直接擊倒。另外一邊門口在點，但是沒有任何辦法。就算你有搏命，你也救不了呀。救了你也跑不出去。 離得還是太遠了。是的，要走門了。MRC 要做到了。是的，看看吳昕能不能過來爭取一下吧。但是雖然不可能，但是也只能爭了，沒辦法。基亞很想贏，他沒道具，但是他沒有任何辦法，他只是個心理學家。擊倒了，太強了，直接板掛上，要來了 MRC。哇！ 掛上，我們就是奇蹟！讓我們恭喜 MRC 戰隊獲得2025 IPL 秋季賽總決賽冠軍！斬斷昔日舊枷鎖，今日方知我是我。天龍藏淵戴雲駒，踏碎凌霄看今朝。我們就是奇蹟！ 恭喜 MRC 戰隊成為2025 IPL 秋季賽總決賽的總冠軍！捧杯吧 ，MRC！ 我們是！這是 MRC 的隊史第2冠，也是他們成功的衛冕。奇蹟絕非偶然。作為第一支。